少年自制了一柄木剑，每日借着插鱼练习剑法，想要以此成为天下第一剑客。谁能想到他竟真的凭此成为一名顶尖剑客，却在即将成为天下第一前的一晚亲手杀了心爱之人。这又是何故？他为何要这般绝情绝义？这个头戴斗笠的男子名叫鲁天罡，号称天下第一剑客，一剑过可使烛光不灭，自身剑法以真挚化境，应九王爷招揽，担任九王府剑术总教头。然江湖剑客如过江之鲫，第一剑客却只有一个。前来挑战之人络绎不绝，失败者都会被人遗忘，只在王府老仆的石碑上徒留姓名。而鲁天罡却依旧如此巅峰般高不可攀。然而就在某日，鲁天罡外出之际，一个少年截住他的去路，声称他整日斗笠遮面，见不得人，以后有实力一定要见见他的真面目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！鲁天罡并未将他当回事儿，却不知自己将来与这个少年必有一战。自那日起，少年便自制了一柄木剑，以此插鱼练习剑法。这种方法笨拙之极，但他从未放弃。如此10年如一日，曾经的少年成为了一名剑术高手。任凭密闭的房间内万鸟纷飞，少年凝神定气，目光如炬，稍息拔剑出鞘，挺剑直刺，在纷乱的鸟群中精准命中目标。他的剑法已至大成，虽已练成了剑法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强，还需要找人试剑。为此，他直接来到江湖大派八卦堂踢馆。他自称无名无姓，无师无派，指名道姓要挑战掌门龙道人。八卦堂弟子看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无名手腕一抖，丢出剑鞘，挺剑直直杀入人群，以一敌多，依旧不落下风。八卦堂弟子立时合力摆下八卦剑阵，却被无名以剑挑飞火盆，看似坚不可摧的剑阵登时告破，无名再无阻碍，一剑尽灭众弟子。此时的龙道人方才挺剑应战，凭借老道的经验，一时间占据了上风。可无名的剑法太过反常，刹那间被对方刺穿喉咙，就此丧命。之后，无名一人一剑再度踏上征途。此战让无名声名鹊起，但同样的，也开始有人想要杀他成名。这洛阳剑姑就是其一，本想趁他入狱时出手偷袭，无名反应极快，掀起水花干扰视线，趁机拿起身旁宝剑应战。当他长剑入手时，洛阳剑姑便再无机会，未过数招便被无名一剑封喉。然而袭击并未结束，来人两柄利剑如毒蛇出动，无名手舞长剑，从容应对。顷刻间3招已过，女子留下名号，过3招花长，扬言来日必会杀他。无名并未去追，而是宝剑直指在旁窥探多时的老者。老者赵一赶忙解释自己是这里的住客，只是洗浴时碰巧撞见。无名请赵一饮酒，全当赔礼道歉。这赵一乃是九王府的御医，凡是伤病痛患，他都照医不误。他时常把快乐挂在嘴边，救人一命是快乐，游戏红尘也是快乐。相比之下，无名却不知自己的快乐是什么。可能当他得到天下第一剑的名号后，自己才会感到快乐吧。是以他来到九王府，迫切想要与鲁天罡一战。而想进王府，就要凭自身本事闯入。一名白发老者走出王府大门，抽出腰间软剑，直指无名。此剑之长，非无名手中剑所能及。再者，软剑攻势飘忽不定，令无名只能暂避锋芒。但也仅止于此了。无名借势击飞软剑，顺带强行打入王府，抬手将老者钉在门上示威。紧接着是一名持棍武僧，无名并未在意，赤手空拳与其激斗，趁着间隙劈手击飞对方木棍。武僧随即施展铁头功，无名以指代剑，尽力灌注指尖，猛然戳在对方天灵。武僧顿时头晕目眩，当即落败。见无名这般少年英杰，九王爷当即将他奉为王府座上宾。但不巧的是，鲁天罡外出访友，不在府中，无名便在王府住下，等待鲁天罡回来生死一战。而在等待的时光里，无名便跟着赵一四处寻欢作乐。赵一作为老手，好不快活，无名却是心中郁结，毫无心情。自此遭遇洛阳剑姑等人之事，他便一直剑不离身。正烦闷时，推开窗棂，无意间望见隔壁绣坊的佳人何莲，从此惊鸿一瞥，念念不忘。江湖剑侠与普通人的求偶方式也并无差别。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雨夜，无名在何莲的房间站了整整一晚，令得何莲芳心暗动。
之后，无名强行将他带回王府，名动一方的美人就这样便宜了他。然而和怜追求者极多，王府剑客燕公子便是其一。曾经为了见他，将整个绣坊的腰带买走。得知心上人被夺，顿时怒不可遏，当即就要上门一战。可当无名拔剑以对时，却心生怯意。剑客拔剑就意味着要分生死，自知不敌的燕公子临阵退缩。此时却又有人找上了他，正是曾经被无名所伤的过三招花长。燕公子心中怒火与怨恨交织，被花长言语引诱，两人有着共同的对手，自然便走到一起。与此同时，鲁天罡终于回到王府，无名不顾和怜劝阻，就要前去挑战。但半路却被赵一拦住，赵一苦口婆心告诉他，这样鲁莽挑战只会枉送性命，高手过招，胜负往往只在一念间。剑本无情，剑客的心中也不应有杂念。鲁天罡的心中只有一个对手，而相比之下，无名的心中却多了一丝牵挂。除非他能斩断这些牵挂，否则他必输无疑。无名心头巨震，他知道赵一所说的牵挂是什么，自己想赢必须做到剑法无情。当他心乱如麻回到房间，迎上来的是和怜关切的目光。听闻他还未发出挑战，和怜劝他留下来与自己安心度日，从此长相厮守，远离纷争。无名癫狂大笑，他要的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号，而不是被人遗忘的过眼云烟。为了达成所愿，他可以不惜一切。之后，无名缓缓靠近和怜，将自己的本来姓名说出。和怜顿时心花怒放，他成了唯一知道他名字的人。然而，就在他最为欢喜之时，一把冰冷的长剑却刺入了他的身体。无名做到了剑法无情，急于情后断情，将爱人遗体放在床上，以白布遮面。破庙之中，鲁天罡背光而坐，身后无名持剑而来。鲁天罡开口询问：如果你得到天下第一剑的令命，是不是真的很快乐？会不会有一天，你会感到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宝贵？无名并未回应，因为得到之后自会有答案。稍息，两人拔剑相对，俱是心无旁骛，一往无前，只有宝剑相击而生的剑鸣不断传来。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彼此皆已身处巅峰，激斗数十回合，难分胜负。再从地面打入水中，而鲁天罡因斗笠影响视线，须臾间被无名挑剑斩断斗笠，旗下的真面目竟是赵一。只因他身为天下第一剑客，无时无刻不在煎熬中度过，只有化身成赵一，才能放下戒备，真正感到快乐。而无名自觉被骗，出招更为迅猛，瞅准时机，一招击飞对方长剑，随后接在手中，狠狠刺入其胸口。鲁天罡败了，却一脸笑容。剑客本该无情，只因他对无名生出了同病相怜之意罢了。活着的时候时刻警惕，死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？无名终于得到了天下第一的名号，可他并不感觉到快乐。此时所有功名利禄都变得索然无味，他现在只想回到和怜身边。岂料就在他想看看爱人容颜时，等待他的却是两把利剑。原来花长与燕公子早已埋伏在此，无名毫无防备下屡屡遭受重创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无名掀翻桌子，将短剑踢出，瞬间将花长钉死，随后以伤换命，与燕公子同归于尽。临死前，他爬向爱人的遗体，为了名利，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多。可惜当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早已为时已晚。